大家好，我是李灿。你是不是也特别好奇，就中国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方言呢？其实我也是一样啊。我生活在中国浙江省西南部的一个小村子里头，这个村子呀四面环山啊，所以我小时候主要活动范围就是我自己村，然后还有隔壁两个村子，最远的就去过镇上面，镇子离得也不是特别远。所以我接触到的所有人说话都是一样的，但是等到我3年级的时候，因为我父母工作的关系啊，搬到县城里之后，我才发现原来有些人说话是不一样的。这个县城它就是龙泉市，龙泉市啊，虽然离我们老家也不是特别远，但是他们当地的口音和我们老家已经不一样了。虽然我和龙泉当地人交流是没什么问题的，但我发现很多东西它的叫法不一样，发音也不一样啊。比如说我们男孩就叫做行，龙泉人叫做妹；我们女孩叫做奶，龙泉人叫奶你。所以当时一开始是很奇怪的。除了这一个之外呢，还有一点就是我当时感觉龙泉人说话有一股装腔作势的感觉，好像总以为自己是城里人啊，会洋气一些，觉得我们这些从村子里乡下来的人会很土气的样子，觉得我们乡下人说话很土气吧。但是呢，慢慢的我也适应了这个腔调，我也学会了这个腔调啊。等到我暑假寒假回老家的时候呀，那些之前的小伙伴就会嘲笑我发音，说我说话为什么这么装呢？我刚才也和大家说了，因为我出生的地方是在浙江省西南部，那是一片丘陵地带。丘陵地带的意思就是山特别多，那个山呀连着福建还有江西的一大片距离，所以在方言区上呀，浙江省和福建省呀是有最多的方言，因为这个山特别多，然后会阻隔人们去交往交流，你知道吗？所以人们就很容易被圈在一定的范围内，不出去，不和人交流，那么自然而然的方言就会变得越来越独特，和别的地方交流会越来越困难。我上大学的地方其实是重庆市万州区，而万州区其实离主城区还有3个小时大巴的车程，还挺远的。但是呢，在我们外地人听来，重庆话和万州话没什么区别，好像都是重庆话。而且我好多大学同学都是来自重庆或者万州下面的县，然后他们所有人说都是重庆话，可能会有点分别，但在我一个外地人的耳朵里是根本听不出任何区别的。所以我会觉得很奇怪，因为重庆这个地方也有那么多山，甚至这个山比浙江这个山还要高，为什么他们整个重庆地区人说话都基本上是一样的呢？后来我才明白，原来重庆市这些城市啊，都是建在长江边上的，所以他们自古以来都是通过水路进行交往的。因为一条长江像一个纽带也把他们连在一块儿，所以他们自然而然的语言进行互相的交流，所以基本上都是能互相理解的，慢慢融合在一块儿的。还有重庆最早其实是从四川分出去的，然后成为了中国的第4个直辖市啊，所以重庆话和四川话是挺像的，特别是对我们这些外地人啊，听来感觉也一模一样嘛。但是重庆人呀和四川人，特别是四川省会成都人特别不对付。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根据我的那些重庆同学啊，他们的说法，他们觉得重庆人是比较耿直的、刚烈的，就是直来直往的，而成都人相对会比较小家子气一些，所以显示在重庆话和成都话其实是有很大的区别的。重庆话确实能听出来重庆人性格当中的耿直、暴烈、直爽、直来直去啊，然后还有说话声音真的特别响，有时候2个人说话感觉好像在吵架一样。下面我给大家听一段重庆话的说唱，大家来感受一下。解放碑朝天门，风水好帮你收着门，老子的带上横起走，想打我的要么请举手，我晓得你们心头憋起恼火，也不敢搞我，那就活该你们讨口。而相对而言呢，成都人就柔和多了，说话也更温柔一些。
因为成都啊，它自古就是天府之国呀，地理环境特别优越，所以养成了那个地方的人呢，相对比较温柔细腻的性格。中国有一句话叫做少不入川呢，什么意思？就指成都这个地方它其实是个温柔乡啊，年轻人来这个地方之后特别容易消磨意志，就是没有了奋斗的动力，成天只知道享受。下面我给大家听一段成都话。好久没回来了。经常回来，想办法，想各式各样的办法回来，吃好吃的。是不是听起来比较温柔细腻？所以啊，一个地方的环境呢，会决定一个地方的方言，乃至这个地方人的性格。比如说中国的江南地区，自古就是鱼米之乡啊，因为在长江中下游平原上，所以那个地方的人啊，沟通交流都是非常方便的。所以他们那个地方虽然也有挺多方言的，但是每个地方的方言听起来还挺接近的，他们互相之间甚至能交流。而且因为那个地方整体生活条件太好了，人呢也会变得比较温柔细腻，所以那个地方人说话专门有个词儿形容，就是吴侬软语啊，软软糯糯的听起来。我给大家听2个歌曲的小片段，一个是上海话。曾体的黄昏，情浓被我到梦中的思想，让挥动的手在雾中飘荡。一个是苏州话。等你惊醒呀泪目，那些睡眠的往事，化作一缕情意，已消失在远方。听完是不是感觉心都要化了？所以啊，自古以来江南这个地方就出才子和佳人啊，江南女子的美貌也是特别的出名。还有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挺厉害的人，就是蒋介石，他就是出生在那一带，在宁波，所以他说话也是大概类似的口音。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片段。全国军民同胞们，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士们，今天我们是新力量。而我们的开国领袖毛泽东呀，则是湖南湘潭市人。湘潭这个地方离湖南省的省会长沙挺近的，因为那一带水陆交通很发达，山也比较矮，所以他们整体的方言很接近。大家可以听一下毛主席说话是怎么样的。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我再给大家听一段长沙话的说唱呀，这段说唱很能体现出长沙人，就是乃至整个湖南人爽快热烈的性格。自个的路不叫人，自个的命不叫神，政府为了救稳，就肯破刀受硬，为了改变你的看法，搏得慢也放得狠，为了改变各种世界，也是留下的火种，咋说人咋说分。接着咱们往北走，来到中国的东北，东北平原沃野千里，土地非常肥沃，是中国非常重要的粮仓啊。因为这个地方整体不是有平原嘛，所以大多数人说的方言都是差不多的。东北话应该是在中国最有名的方言了，因为东北人整体特别幽默。我之前听到过一个说法，是因为东北那个地方到冬天的时候实在太冷了，大家在家里没事干就喜欢说笑话，所以东北人有天生的幽默细胞。特别是当年的小品王呀，赵本山啊，他把东北话带火了，火遍全中国。大叔，您这6年快乐吗？快乐，我天天唱2人转，跟10多个老娘们儿。生活上俺们互相关心，事业上互相帮助，怎么跟你相容呢？凑合过呗，还能离啥的呢？接着咱们往南走，来到我们的首都北京。北京话它当然是方言了，我先给大家听一段正宗的北京话。我叫于醉，外号贱人鱼，我是警校应届的毕业生。理想呢，就是想毕了业以后上我们单位片走小片奖，有面子，而且还实惠。听起来是不是特别的松弛懒散，甚至有点含糊？这我觉得应该是北京人身为这个首都人民所与生俱来这个优越感所导致形成的，有点懒散有点骄傲的这么一种方言吧。
接着咱们继续往南走，来到了河南省。河南省自古就是中国文明的发源地，中国最早就从河南那块开始的，慢慢向外扩张啊，成为了最后这么一个大公鸡的样子。然后河南这个地方大片的平原，一马平川呢，打仗的时候是特别守不住的地方，因为没有任何险要可以守，所以这个地方的方言整体会比较接近。然后我发现中国的很多北方方言都特别有喜剧的效果，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中国有个很有名的相声演员啊，岳云鹏，他的老家就在河南。他有一次表演了一段节目，就是用河南话来表演这个泰坦尼克号，特别有趣，特别好玩。我给大家放一个片段。啥呀？海水可亮啊，亮，多亮啊？问清楚了，多亮？可亮啊！白挑呗。你看你这个妮儿长得还怪带劲了呀。咱们接着往西走，来到陕西关中平原。陕西省的省会西安啊，是中国历史上13朝的古都，所以要看古代中国的话，你必须来西安。陕西话透露出西北人憨厚直爽的性格，因为我现在就生活在西安嘛，我老婆也是西安人。我先给大家听一首《西安人之歌》，让大家感受一下。有人说情爱水土让人变得懒惰，来大把挖坑，我教你啥叫生活。是谁对西安印象留在黄土高坡？来跟我唱一首咱西安人的歌。路往南啊，来到了广东。广东珠三角地区啊，和长三角地区一样，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2个区域啊。然后因为那一块有个冲积平原啊，所以那个地方人说话都是说的粤语。粤语应该在国外是最有名的方言了吧？粤语这么流行，之前肯定是因为香港的原因嘛，因为香港之前电影的影响力很大。我下面给大家看一个电影的片段，或许好多人都看过啊。有點啊？我讓你啊！这听起来基本上就是一门外语了，是不是？不过粤语歌在90年代的时候在大陆特别流行，我自己都挺喜欢唱粤语歌的。我主要觉得可能因为粤语啊，虽然听得像外语，但唱歌的时候它发音并不是那么困难，所以还比较容易流行起来。不过呢，咱们现在继续往北，就来到了福建。福建呢，它有很多的方言，就像我之前说过一样。但是呢，与台湾一海之隔那个厦门那附近啊，说的是闽南语。因为台湾很多人其实也是从那块移民过去的，所以说的也是闽南语。闽南语啊，它就比较难懂了，也不好发音，所以闽南语的歌在大陆就很难流行起来。大概有1、2首吧，我记得大概有这么一首，大家可以听一下，感受一下闽南语。现在咱们转了一圈了，又回到了起点，因为福建离我们老家龙泉特别近。那么今天咱们用龙泉话来结束这期视频吧。给你们很谢不？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发来了点赞并乐。下次再见。